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。3名军官走进北朝国防军事办公室，进完礼后直接开枪射杀了座位上的国防部长。接着，中央广场的士兵开始行动，北朝总参谋长和总政治局长也相继遇害。另一边，伪装成韩军的士兵劫持了一辆美军的火箭车，对着不远处的关城工业园区发射了1枚飞弹。而此时的工业园区里，毫不知情的北朝1号人物正在这里视察。当女孩抬起头后，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。随着钢雨导弹在空中爆裂，转眼间园区里的人死伤无数。可就在众人开展自救时，没想到第2枚导弹再次向园区袭来。铁羽对着众人大喊躲避，但一切都已经晚了。钢与导弹迅速在空中分离，无数弹头如雨点般向下坠落。暴露在广场上的人们来不及躲闪，纷纷被射杀倒在地上。眼前的一幕让躲在车底的铁羽彻底惊呆了。偌大的园区广场上瞬间尸横遍野。这时，一辆军用卡车开了过来。下来的士兵长官直接射杀了地上的幸存者，他下令绝不允许一个活口从这里逃出去。园区外的人们正在慌忙逃窜，叛军很快就杀了出来。此时1号不幸中弹受伤，铁羽见状迅速将他转移到一辆中国的货车上，在枪林弹雨下跟着中国车队逃离了现场。可当车队开到南北军事分界线时，南韩的边境士兵坚决不予放行，大量人员车辆被滞留在了通道口。此时车上1号的伤口血流不止，2个北朝女孩不禁失声痛哭起来。幸好这时一个中国大使走了上来，他怒气冲冲地把电话交给士兵，士兵接过电话得到上级命令，立刻打开大门放行。可就在车辆陆续通过关卡时，一辆叛军的卡车也追了过来，为了不让目击者们逃走，叛军对着车队疯狂扫射，随后与南韩士兵展开了交火。铁羽趁机混在车队里通过了边境线。而此时青瓦台正值总统换届期，当2位总统得知此事后，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因为袭击园区的飞弹来自驻韩美军，这势必会引发半岛局势再次紧张。这时外交安全秘书哲元前来禀报，中国外交部紧急要求韩方开放南北出入口，让从工业园区撤离的中国人进入南韩避难。候选总统立刻同意了这个要求，现任总统见状也只好点头同意。在中国车队的掩护下，铁羽开车顺利进入了南韩，确保周围安全后，他们背着1号闯进了一家妇科诊所。女医生本想拒绝为男人看病，可在铁羽的枪口逼迫下，她只好乖乖戴上了手套。当她看到床上的病人后，瞬间就吓傻了。이 사람 우리 장군님 그렇게 부르지 마시라요。在女医生为1号手术时，铁羽也终于和上级取得了联系。原来铁羽是一名退役的北朝侦察兵，1周前侦察总局局长李泰汉找到了他，希望他去执行一个秘密暗杀的任务，目标是护卫总局局长朴光东和保卫总局局长金斗元。李泰汉告诉铁羽，朴金2人正在密谋一起军事政变，由于他们身居高位，手握重兵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侦察总局决定使用不在职的人员去执行暗杀任务。作为曾经的王牌侦察兵，铁羽自然成了最佳行动对象。而且李泰汉向他承诺，如果他能完成任务阻止政变的话，全家人都会成为守卫共和国的英雄。为此，铁羽接下了这个光荣的任务。当天夜里，他告别了妻子和女儿，在鸭绿江河畔，他利用意外车祸将金斗元的汽车撞到了桥下，接着连人带车狠狠地砸进了江底。可当铁羽按照情报准备在工业园区刺杀朴光东时，没想到前来视察的人居然换成了1号。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竟然还意外救下1号逃到了南韩。当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完后，李泰汉告诉他，朴光东已经发动了政变，而且叛军要把这起事件嫁祸给美韩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力保护1号的安全，这边会马上安排行动人员过去接应。经历了近1个小时的手术，1号总算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没过多久，一辆车子就开到了诊所门口。本以为对方是前来接应的人，可当铁羽转过身后，男人却在后面悄悄掏出了手枪。